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Sixty speaking. 最近啊 ，Ariana Grande 的新专辑《Paddle》终于是正式发布了。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张专辑怎么样呢？那么今天西西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Paddle》这张专辑的故事，还有一些你不一定知道的冷知识吧。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Let's go。2026年7月31日 ，Ariana 正式发布了她出道以来第8张录音室专辑《Paddle》。距离上一张专辑《Eternal Sunshine》已经过去了2年多。这期间，她演完了《Wicked》电影版，开始了巡演，然后带着一张充满愤怒的专辑回来了。她自己怎么说的呢？我通常会做很多的重写，让歌词更加温和一点，但这次我没有。专辑叫做 Paddle 花瓣，源自一个意象：水泥缝隙中长出的花瓣。Ariana 在宣布专辑的时候这样描述：这是一张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在冰冷、坚硬、充满挑战的裂缝中倔强生长。说实话，看到这张专辑的封面的那一刻，西西真的以为这张专辑会是跟 Eternal Sunshine 同一种风格的，就是那种温柔的啊、伤感、感触的。但是千万别被花瓣这个名字骗了，这不是一张温柔的花卉专辑，这是一张关于愤怒、自我觉醒、对明确的控诉的专辑。Ariana 说这张专辑来自于她平时不敢触碰的、未经过滤的愤怒。在5月份的一支幕后里面，他更直白地说，他有点野性，来自一个我过去可能太害羞、太礼貌而不敢触碰的地方。这次的感觉就是 fuck it， 一句话总结就是这是一张失控的黑暗 Ariana Grande。如果你期待的是 Thank You Next 或者 Positions 的那种感觉的话，maybe 这张专辑 is not for you at all。AP 新闻的评论写道，那个飙高音的 Ariana Grande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12首歌中内向探索、极度克制的流行巨星。这意味着什么呢？没有标志性的华丽转音，没有震碎玻璃的高音，取而代之的是阴郁的 R&B 氛围、压抑的声线、复古、具有年代感的合成器。其实在上一张专辑 Ariana 就已经运用了很多这一类的元素，但是你别说啊，我认为这个转型其实是蛮成功的，至少我认为这种风格跟 Ariana 还是蛮搭的，对不对？除此之外呢 ，Variety 形容这张专辑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音乐突破，也是音乐还有歌词上最成熟的专辑。没错，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提升，还有他自己的种种经历，让他在音乐方面变得更加的成熟，不会再去为了唱高音而唱高音，为了唱海豚音而去唱海豚音。现在的他已经学会运用他温柔、天使一般的嗓音，还有更加细腻的处理来去传递一个故事。这也就是为什么西西我会说永恒阳光是我心中永远的照亮我人生的一缕阳光啊。但是这张专辑也有争议， Pitchfork 给了 6.5 分，认为专辑虽然亲密实验，但是歌词创作缺乏他最佳作品中的紧迫感还有精准度。的确，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认为好像这张专辑完成的好像有一点点草率，对不对？甚至是有一点粗糙。不过呢，这也许就是 Ariana 想要给大家带来的感觉吧。毕竟他说这张专辑是 unfiltered 的，也许他就是想要用最原始、最 raw、最野蛮的方式来去展现。那么回到这张专辑发布之前呢 ，Ariana 小姐就已经用了很多的小巧思来提前剧透新专辑了。首先呢，就是之前用来宣传永恒阳光的 Brighter Days Ahead Hotline 美好未来热线的前4段音频，分别是在2025年的3月3号、10号、15号还有25号添加的。其中第一条对应了用美好未来诊所 Brighter Days Clinic 的记忆清除服务来提前预告专辑。10号的音频宣布了豪华版专辑的官方标题还有正式发布日期，也就是3月28号。15号的呢是关于他的 Short Film Brighter Days Ahead， 而第4段呢是用来预告歌曲 Twilight Zone 的新物料。直到了 Brighter Days Ahead 整整过去1年，也就是在2026年的3月28日，美好未来热线上传了最后一段音频，直接预告新专辑会在今年的夏天跟大家见面。 We're counting down the ages. Oops, I mean the days. We'll see you this summer, and remember, there are always brighter days ahead. 甚至呢，在4月27日，第6段音频直接就是8段 beep beep 声，近一段暗示 AG8。在此期间呢，他也断断续续的在 IG 上面 po 他在录音棚啊、工作的幕后照啊。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一些照片里面有很多的老熟人，都是 Eternal Sunshine 的合作阵容。没错，新专辑 Paddle 也几乎是同一个团队制作的，怪不得2张专辑的美学几乎一模一样。说了那么久 ，Ariana 终于在4月28日正式宣布了新专辑将于7月31日发布。
并且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唱片公司还有厂牌 Baby Doll Music。而 Baby Doll 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祖母 Marjorie Nona Grande 马乔丽诺娜格兰德，因为他以前总是用这个词来称呼小 Ariana， 真的是有够可爱的。有趣的是，早在官宣前的1个多月，也就是2月13日，他是在自己的美妆品牌 Ariane Beauty 跟母亲 Joan 的推广影片里面对着镜头说了一句 Oh Petal, you love this one. Oh Petal, you'll love this one. Petal. 当时大家都以为他在说唇膏色号，后来才发现是白给的线索啊！原来专辑的名字这么早就已经 tease 过了。回看这一段影片，母女俩的对视真的是有故事。看来妈妈也知道这张专辑啊，而且还互相配合一起演，真的是有够搞怪的。值得一提的是 ，Ariana 就那么明目张胆的在参加Sunshine世界巡演的现场公布了新专辑的前3首歌。首先呢是在6月13号的 LA 场官宣了第1首 Kiss Me， 紧接着第2天的场次也公布了第2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还有 Petal。随后呢在6月19号的 LA 场又是 LA 场，他直接公布了专辑的完整 track list。还有就是5月27日在演出现场发布了由 Justin Long 出演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诡异预告片，他的官方 MV 也在随后的6月1号儿童节正式发布。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No No No， 这位小姐真的很喜欢自爆，很宠粉哦。在7月18号，她直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演唱会上首播了 Petal 这首歌的黑白 MV 的25秒预告。预告片采用了经典好莱坞黑色电影风格，出现了好莱坞星光大道裂开并且长出花朵的星星等意象。导演依旧是老搭档 Christian Brislow。除此之外呢，也是在布鲁克林场，工作人员还要找随机的观众抢先试听专辑的未发布歌曲。这是说布鲁克林场的粉丝也太幸福了吧。其次呢，就是新专辑几乎所有的宣传计划都精准到天。3月8日，他先在左手掌心纹了一朵正好8片花瓣的花，然后同时一天随身带8支唇蜜。4月8日，他在早上8点钟一口气发了8张录音棚的照片，直到了4月28日的早上8点钟，他才正式揭开一切。就是说他真的很擅长跟粉丝玩这些小细节，我超爱的。OK， 我们现在来介绍专辑里的歌曲吧。专辑共12首歌，全长36分钟。第1首歌是 Kiss Me， 也是专辑的开场曲。这首歌被形容为是宏大的浪漫合成器流行乐，同时呢也奠定了整张专辑的核心矛盾，在公众的审视下寻找自我归属。歌词从一开始就很有画面感。Society, desperate for remedy， 社会渴求着解药。Empathy, fix this reality， 同理心修复这现实。还有 You know I don't belong， 你知道我不属于这里。还有就是这首歌它到底在唱什么？表面上是爱情，实际上是整个社会跟他之间的关系。他唱的不是我想要你的 kiss， 而是在这个所有人都快要疯掉的世界里面，请你把我拉回现实。这哪是情歌啊，这分明就是在说我活在一个被过度消费、过度解读、过度审视的世界里面，而我只是想找个人让我感觉自己还属于某一个地方。还记得专辑概念的那个意象吗？水泥裂缝中长出的花瓣，它就是那朵花，而社会就是那片水泥，坚硬冰冷，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它还是在缝隙中长出来了。所以 Kiss Me 作为开场曲，它是在讲在被世界压碎之前，我需要一个让我自己觉得还活着的人，而这个人可能根本就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许对 Ariana 来讲是音乐，是创作，更是她自己。这个概念在专辑同名曲 Petal 也有更多的诠释，我们稍后会讲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整张专辑听起来这么的克制。其实我们搞错了一个点，就是愤怒不需要咆哮才叫做愤怒。当一个人足够清醒地看穿一切，他只要平静地说出来，就已经足够有力量了。第2首也是专辑的先行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从音乐风格还有制作上来讲，这是一首中速的流行还有 R&B 合成器民谣，带有 Trap 元素。整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克制， Ariana 几乎全程都待在较低的音域里面，连副歌都像是被刻意压在水面下面的，甚至有乐评人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太像试音了，认为它展示太多的克制，反而让整首歌变得很无聊。但也许这恰恰就是他的态度。引用歌词 I barely tried， 我根本懒得用力。但是说到这首歌，一定要讲讲它的 MV 了，真的非常多的细节。这支 MV 从头到尾都藏满了隐喻。开场 Justin Long 就在买一些不知道什么的东西，
有可能是 Ariana 的尸体。随后出现的地下室，也许是在象征着关于 Ariana 的所有记忆吗？掩埋这个动作也象征着男主很想要忘却她的存在。转头我们看见地下室里面埋了一堆贴满 Ariana 不安全感的标签的笔记本，这个意象很直白，他觉得自己长期被外界，也就是男主的审视还有舆论活埋着。随后 Ariana 化身怨灵，全程都在纠缠他，让他一次次撞见自己，最终导致翻车起火，象征着公众对他的凝视还有解读永远甩不掉。但最精彩的部分还在后面。全身烧伤的男主逃进了一家餐厅，想要喘口气，却发现服务员的名牌上面写着 Paddle， 紧接着厨师所有的顾客全部都变成了 Ariana 的脸，整个餐厅都站满了他，笑着看着你，你怎么都逃不掉。这段呢被粉丝解读为是外界投射在他身上的无数个版本早已失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认识真正的他，但是那不过是被消费还有被剪辑过的幻象而已。而餐厅这边出现的灯牌 Bunny Hop 也是专辑另外一首歌的名字。同时呢，许多人认为这个 Bunny Hop 的寓意其实是快速的从一段关系里面跳到了另一段关系。其次就是 Ariana 在10年前的 Dangerous Woman 这个 era 里面最标志性的造型就是兔子面具，而那段时期她恰好正跟 Ricky Alvarez 在一起。碰巧呢，在今年的巡演里面 Ariana 在演唱 Thank You Next 的时候有现场改歌词，引起了大家猜测她是不是跟 Ricky 复合了。然后在最近啊，他们也在 IG 上面高调宣布复合的消息，那我们也是恭喜他们啦。还有一个一闪而过的细节值得留意，男主烧毁纪念品的时候，一个写着 Happy 8th Anniversary 的盘子被扔进了壁炉。还有评论说他的前男友 Mac Miller 正好是在8年前去世的。而总之 MV 最妙的地方在于结尾的反转，经历了前面所有追杀的男主想要反杀，但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跟那边躺着的被镜头死死对准的始终是他自己，他从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而 Ariana 站在坑外看着他。换句话说，就是 MV 说的根本不是你们伤害了我，而是你以为你在消费我，但最终被困在坑里面的人从来都是你。与其每天在网上面嘴炮开黄腔抹黑某一些艺人，还不如 focus 在你自己的生活。俗话说放过别人等于放过自己嘛。第3首 Paddle 是整张专辑的灵魂，也是理解这张专辑最核心的一把钥匙。歌名本身就很有意思，他把自己比作那朵花，不是娇弱的温室花朵，而是在外界压力下硬生生挤出来的一抹生命力，既顽强生长，又时刻面临被碾压的命运。歌词则是他对自己处境最直接的一次表态，开篇就回击了那些创作者必须要有创伤才可以产出好作品的论调。人们说艺术家需要眼泪才可以再次创作，但我不需要谁来拯救我，因为我还有我的音乐永远不会死。Bridge 的部分更直白地强调我不是受害者，整首歌反复在传递一个态度，我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个需要被同情的弱者。 MV 则延续了对好莱坞老电影的致敬。Ariana 化身怀揣明星梦的女孩 Pepper， 前半段被面试官反复评判外貌还有身材，压抑到极点后，她拿起电锯解决了所有的审视者，满身血迹昂首走向巨星之路。画面也从灰暗转为了压迫感十足的红色调，跟 Nespa 的 Drama 里面的红色镜头相似，都是用来代表危险性还有血腥。这支 MV 播出后，关于她的身材的讨论反而更激烈了，恰好印证了专辑里面反复唱的那个矛盾，她试图挣脱审视，但审视从未停止。除了这几首比较重要的歌以外，还有几首 B-side 我强烈推荐各位一定要听，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 Stay。 除此之外呢，还有 Oh Well 也是先曲，特别是那一句 The bad guys all go to hell， 还有最后那段 outro 也是非常的好听。然后 Freak 的前奏也是超级好听，特别有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黑暗森林，然后烟雾缭绕的感觉。Big Feelings 就是很 badass 很 mean 的感觉。最后就是一定要介绍我全专最爱的 Bad Thing， 就是一开始就是生命力满满的感觉，但是又有点丧丧的。这
这张专辑呢，其实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就是他到底在骂谁呢？前任、粉丝、媒体还是全部呢？我个人认为 This is for 那些爹妈味特别重的粉丝，就是我们在网上面总是会见到一些粉丝说，哎呀，谁太瘦啦，太胖了，太白了，太黑了，我们 prefer 以前的样子。比如说很多人都想要他回到 Lakiana 的那个 era， 因为那个时候看起来特别健康，而且特别美。人本来就不是单面的，只是长期以来公众只愿意接受那个甜美无害、永远微笑的版本。而当他拿出这一张充满愤怒还有克制的专辑的时候，有些人反而觉得陌生了。但其实陌生的不是他，是那些习惯了包装版 Ariana 的人。卫报的评论很有意思，这是一张安静、克制、经过审视的愤怒专辑，没有热血冲头的感觉。也许因为 Ariana Grande 在重复她翻来覆去讲过的主题：名气、爱情，还有自我价值，所以她听起来已经麻木了，厌倦了在同一片土地上反复耕耘。但我觉得这恰恰是 Petal 最真实的地方。当你反复经历同样的审视、同样的误解、同样的被消费，麻木本身才是真实的反应。最后呢，关于他最近宣布将长时间不活跃的原因，表面上看是源于新专辑 Petal 的 MV 发布之后，外界对他身材的猛烈抨击。MV 里面他因为消瘦的身形被网友质疑皮包骨啊，甚至是被怀疑患上了厌食症，这让他长期承受的公众审视达到了顶点。但是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他跟他的团队都强调，这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定下了。早在2025年年底的播客中，他就说过，这次巡演像是一个最后的篇章，长达数月的永恒阳光巡演对体能消耗极大。他认为人类有时候就是需要休息，而真正的答案是他想要从流行音乐中抽身。为此呢，甚至是退出了原定2027年主演的音乐剧《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所以这不是一场逃离，而是一个疲惫的艺术家在高强度工作之后，为了身心健康还有追寻真正热爱的事业，主动按下的暂停键。好啦 Petal 这张专辑就先聊到这里啦。如果你也喜欢 Petal 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写出你最爱的单曲。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